嗨，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 Highlight。6周选举呢，尘埃落定，感觉好像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了，对吗 ？No， 事情还没有完哦。选举的时候呢，不是有一大堆的政客呢，一直在那边讲那些煽动种族仇恨的言论吗？哎，这一些人啊，难道不用负责任吗？ Pergi tengok rekod orang yang ditangkap atas kesalahan rasuah memberi dan menerima. Lebih ramai orang non-Muslim. Itu benar, itu fact. 放肆给他们玩那些3R 的一个话题，被控上法庭呢，他们还觉得自己是英雄哦。国家要继续这样下去的咩 ？No. 所以呢，已经有部长呢就在内阁提议说，想要参考其他的国家制定新的法案，去惩戒故意玩弄种族和宗教课题的人。当然，这个部分呢，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今天就来听听我们 Highlight 的分析，再来决定你要支持还是反对，好不好？煽动法 vs 新法案。那如果按照呢目前的做法呢，一旦有人发表3R 的言论，警方通常呢都是会引用这个煽动法令来控告他。那是不是很常听到这个法令嘞？煽动法是在1948年的时候由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是用来提控有煽动倾向的言论，例如是煽动大家反政府啦，煽动种族之间的仇恨啦，或者是阶级之间的情绪等等。听起来好像有这个法令就够了，对吗？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去推新的法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已经整整75岁的煽动法。所以还有几个问题，就是定义太模糊、太广泛、不明确，而且还很严厉。这样会怎样呢？就会很容易被政府呢拿来滥用，用来打压一些反对党。那联合国呢就曾经批评马来西亚说，政府用煽动法令打压不同政见的人，已经给我们的言论自由带来非常大的威胁。So 最近呢就有很多政客呢就发表一些种族言论呐，有人听了很不爽，就提议政府用煽动法来对付他们，要把他们全部通通抓起来。但是呢，抓一抓、关一关了就没事了吗？有很多专家都不认同哦，因为呢，这样子呢只会让政府呢掌握更多定义不明的权利，还可能呢把我们带回到2018年以前的威权时代。威权时代是长怎样的嘞？是不是有点模糊嘞？我们来看看这个报告。单是2015年，马来西亚就有至少91人被控煽动而被逮捕或调查，而且呢，被控告的大多数是记者、律师或反对党。你会希望这样子的情况持续吗？政府曾经是想推新法案 ，but 无论是国盟或西盟，他们都有曾经想推管制种族言论的新法令。比如说，在2015年的国政哦，他们想要设立专门处理种族歧视的法庭。如果有人敢发表种族言论，就会被判社区服务。你是不是在想说，这么判这样轻的，不是应该坐牢了咩？是有原因的。我们等一下后面呢会慢慢跟大家解释哈。2018年西盟上台呢，他们就风风火火的提议了3项新法令，分别是反歧视法、宗教和族群仇恨法、国家和谐与和解委员会法。不过呢，在 next year 他们就决定只推最后一项，也就是国家和谐与和解委员会法，因为他们发现了另外2项呢跟现有的法令是重叠的不过没有关系啦，还剩下1项啦，至少还有一点机会哈。2020年呢，国盟一上台呢，就立马取消了这个最后剩下的法案，也没有打算推新法，因为呢，国盟觉得现有的法令已经足够照顾各族还有各宗教的和谐，例如1948年的煽动法 ，so 也就是一切都回到原点，而且呢，还是回到75年前的版本。2023年呢，团结政府上台，马来西亚的种族仇恨言论呢，基本上已经 feel 到了，达到了另外一个全新的高度了啦。政府就觉得，如果继续这样子放任下去呢，真的是会出代志啊。所以呢，负责法律事务的阿莎丽娜部长就说，他在内阁中提议制定国家法或者是国家民族法，参考的对象呢是新加坡、英国和澳洲，这些都是拥有多元种族的国家。国家民族法和煽动法的差别在哪里呢？分别在国家民族法是民事法，而煽动法是刑事法。如果用刑事法去控告一个人发表种族言论，举证的门槛就会很高，而且呢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有可能会成功。但是呢，如果改用民事法管制种族言论，可能就比较可行。当然呢，以上都是处于提议的阶段啊，会不会真的推呢？还是得回到我们的政府的政治意愿了。新加坡的做法是
其实呢，每个国家都会按照各自的社会现况去制定最适合他们的这个法律。像有一些呢，他们就会特别定出一条专门针对种族言论的法令；有一些呢，则会散布在不同的法令里面。那么最适合马来西亚参考的对象呢，当然就是 look like us 也 sound like us 的新加坡啦。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一样哦，也是有英殖民留下的这个煽动法。不过呢，他们已经在2021年的时候就废掉了这个恐龙法令。实施超过80年的煽动法令，明天起正式废除。一些适用条文将由修正的刑事法典和刑事诉讼法等相关的法令的条文涵盖。新加坡总共有2项管制种族及宗教言论的法令，可以让马来西亚来做参考的，分别是1992年的维护宗教和谐法，以及才刚刚要推出的维护种族和谐法。30年前的新加坡决定制定维护宗教和谐法，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国内外的宗教越来越激进化，甚至间接或者是直接的去影响到政治。那新加坡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冲击，所以他们就决定立法去限制那些想要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或破坏宗教和谐的人。不过呢，这一项法令呢是蛮严苛的哦，如果真的被控啊，除了会被罚款，还有可能会被监禁5年。不过呢，这项法令呢也是有它温柔，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 cute 的一面啦。比如说社区关系修复措施 CRI。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参考。如果有一个人哦，他发言伤害了其他的种族，新加坡政府呢就会让他去参加相关宗教的团体活动，让他们呢可以有机会双方的交流，来修补彼此的关系，就好像去做社区服务的感觉。另外呢，他们也会邀请各宗教代表来加入这个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去给内政部提供一些建议，一起去调解新加坡的宗教事务。但是哦，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法令其实很难在马来西亚推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认清现实啊，我们马来西亚的政治跟宗教啊，在很久以前就绑在一起了。那新加坡呢，他们则是一直来把政治呢跟宗教分开的。所以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呢，我们两边的这个政治文化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从宗教的角度去切入，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参考这个维护种族和谐法，因为这项法令呢跟维护宗教和谐法差不多，只是把宗教呢换成了种族。当然呢，他们也会把所有呢跟种族相关的法律整合在一起，再纳入刚刚提到的社区服务。你想象一下哦，像那一些人啊，如果他一直呢故意冒犯其他种族，像是这些政客啦哈，比如说某一个讲印度人爱喝酒的那一个人，他如果被控了之后呢，他可能就需要去印度社区里面跟这些印度社群呢道歉，去做互动，去做社区服务啊，这个画面呢就会 very cute，也有教育意义。像妈妈呢，在这个时候啊，带小孩经过，你就看到那个安哥哦，就可以讲说，那你要乖，你不要乱讲话，你要尊重其他的种族，不然长大之后你就会像那个安哥这样啊，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方式。我反对立法抵触言论自由。立法管制种族或宗教言论听起来好像是蛮可以的哈，不过呢，也会有人提出隐忧，比如说，到底我们要怎样去定义种族言论呢？法律要怎样去写清楚哪一些字眼或者是哪一句话会制造种族仇恨嘞？这条线要怎样画嘞？那如果管太松的话呢，就会助长这个种族言论。那有立法就会等于没有立法。但是如果管太严的话，定义太广泛，可能又会有选择性执法或者是政治打压的问题，就会搞到大家都不太敢讲话，去影响言论自由。举个例子哦，2008年的时候呢，巫统的某区部主席他曾经就说出华人是寄居者的这个种族言论。虽然很多人都要求政府用煽动法去控告他，不过当时的非政府组织说，法律不能够压制仇恨语言，仇恨语言的唯一解药是理性，并且坚持言论自由。他们呢也呼吁大家呢用理性思辨的方式去对抗种族主义的政客，这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说法。不过我们发现哦，现在呢世界各地的种族仇恨言论呢大爆发，所以呢也会出现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仇恨言论是没有价值的言论，根本不是真理越辩越明的言论自由。仇恨言论没有办法发挥言论自由所需要的沟通及思辨的效果。如果没有法律，就只能够靠大家的自觉以及恶言止于智者。就这一句恶言止于智者，你觉得有可能吗？留言讨论讨论。法律只是防线，
其实呢，法律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呐，是用来警惕和阻吓种族仇恨的言论，它并没有办法解决种族言论的根本问题。像是新加坡，他们早就已经意识到，单单把人控上法庭或丢进去监牢里面呢，是没有办法改变当事人的种族偏见的，所以才导入柔性的社区服务，希望当事者呢能够直接接触和了解被冒犯的种族，除了去修补关系，也希望可以改变他们的思维。最后呢，我们要来引用一下李显龙说的：“我们要让伤害愈合，而不是留下怨恨。”因为呢，法律是共识，是提醒，也是愈合，不是惩罚，到最后呢留下更多的恨意。或许呢，这是马来西亚国家民族法最应该跟新加坡学习的地方了。那其实呢，除了政府，我们身为马来西亚人呢，我们是有责任呢，需要互相提醒的，每天少说一点种族歧视的话啦，像是爸爸妈妈、长辈们啊，不要再灌输下一代种族刻板印象。我们可以提倡多一点的同理心，学会去欣赏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之美。不然的话呢，不管政府立下多少的这一个法律啊，多么严苛的惩罚都好，种族仇恨都不会有消失的一天的。So， 你觉得政府到底应不应该立法来管制种族言论呢？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哦。那如果说呢，你还没有 follow 我们的这一些平台的话呢，赶快 follow 一下。我们的 YouTube 呢是每个礼拜3跟礼拜6都会上影片。我是莹莹，下个影片再见。